很多人找我来批八字，老师，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爱情？你出去，这世界是没有爱情。如何找另一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八字相合，男以妻为财。男人只要有钱，要么妻妾同工，要么利民易安。女命看官，女人的官星不好，我就断定这个女人的命不好。西元丰裕正，启发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宜臣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Hello， 大家好，我是道言。道元老师啊，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八字系列啊，讲的就是我们如何看自己的这个贵人。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留言，那他也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嫁一个高富帅，老公顾不顾家，是吧？女孩子这个会担心遇到渣男嘛，现在男孩子也会担心遇到渣女，就像我也被别人伤害过，所以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八字如何看情感，好吗？其实实际上呢，很多人找我来批八字，就是说，老师，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爱情？然后我就说，你出去。坦白讲，老师不相信爱情，因为这世界是没有爱情。你的观点是跟风水完全是两个反方向。他什么？他是觉得爱才是这个社会上最永恒的力量。不对，爱当然是这个社会上最永恒的力量，但是没有爱情是吧？但是没有爱情，没有爱情。他很喜欢看《红楼梦》，讲《红楼梦》里面的爱情故事。是爱情没有的，是爱是有的。爱当然是永恒的力量。对啊，这个话我认同。两个人结婚在一起久了，就会产生亲情，共同生的孩子就有恩情了。所以亲情加恩情，我们就产生了升华的爱。你明白这个点以后，你就知道，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找合适的，是，而不是找爱情，爱情是找一个跟我合适的人，然后呢，我们在一起日久生情，最后呢，我们产生了亲情，是产生了恩情，是产生了责任。所以男人是因为责任不离开这个家。对，而不因为爱不离开这个家，因为爱是什么？自己刹那的，然后呢，我会爱这个，会爱那个，爱那个，因为一个男人可以爱无数的人。是。那男人如何找他的另一半比较好？女人如何找他的另一半比较好？中国人就讲了，叫做父母之命呢，对，媒妁之言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八字相合了，是啊，这样子才可以这个在一起结婚啊。所以你要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中国人传承几千年下来，实际上在八字里面哈，男命一定要看妻嘛，男命以妻为财，女命一定要看官嘛。为什么？就是我们女人称老公称官人呢？官人就是你的夫啊。比如说我看女人的命，如果女人的官星不好，我就断定这个女人的命不好。为什么我讲的这么绝对哈？哎，你像老师，你看人家董明珠也没有老公的，人家不就是很好吗？霸道女总裁，人家就不是很牛逼吗？是，那谁苦谁知道呀？几十年这样子寂寞下来，没有一个男人可以靠近她的声音。你只说她才好嘛？没错，这个好是相对而言，对来说。所以有没有一种女人是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赚钱，怎么都不那个，然后的话，老公对她百依百顺，对她特别的好嘞，关心好嘛，官为用人嘛，对，所以就嫁个好老公嘛，嫁个贵夫嘛，贵夫是的。男人哈，我们就看妻嘛，就是看妻财啊，是吧？妻财，我克制为妻财，如果妻财是你的用神，还是辛位吧，还是我吧，辛位，比如说辛位，以木为财。木它就是木库，它的本气当然是土了啊，它的其他的气里面它有木，那么呢，因为它不是本气，就代表了它可能只能相夫教子了，事业上对你来就不能够有多大的这种帮助了。这个很准，但它也不会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麻烦了，也不会麻烦我，它就重心在孩子身上呢。是，对，然后对你就是最多就是提醒呀，或者是关心，早点回来，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就是你克者为财，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男命看自己的坐下那个妻财，它不是你的财了，它是你的官，是你的杀。比方说是什么辛巳是吧？啊，比如辛巳，巳就是你的官杀了，对不对？那你的官杀你要看是不是你的用神呢？也看用神。如果是你的用神的话，代表这个老婆给你带来名利了，那也许这个老婆就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了。可能是个富二代啊，带财来了，有点财富啊，有点地位啊，有点什么东西的呢？那么怎么样看这个婚姻好不好？是大家可能都要比较关心的。对，那男命就怕妻财为忌，妻财为忌就是不喜欢财星，对，就是财太多了，或者是财太旺，生若呆木的财，
以财为基的男人的话，那就会四川话叫耙耳朵啊，听老婆的话啦，听老婆的话，然后的话又没办法做家里的主啦，没主见，对，还有那种财星争宠啊，就财星混杂，就是正财也多啊，偏财也多，所以就知道哦，家外有家啦，就家里有一个，外面有一个的财星混杂是这样子的。官杀混杂和财星混杂还不一样，女命的官杀混杂，就代表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要么就是嫁个二夫，或者嫁个老公也要离婚，但是有可能男性对于这个问题他不觉得是坏事，他可能觉得很享受。我觉得大多数男人都应该会享受吧。但是呢，你要看你能不能担得了财啊，是不是？你知道一个男人足够多的钱，他其实可以 hold 住正财，也可能 hold 住，也可以 hold 住偏财。男人只要有钱，就必然而然的，要么就是妻妾同宫要么就是一明一暗。妻妾同宫是什么意思？就夫妻宫里面有一个正财一个偏财吗？其实，在我们的奇门遁甲里面，比如你的夫妻宫有忌宫的，你就可以直接批算他家外有家，家外有家，或者2个老婆到老。2个老婆到老，赌王就4个老婆到老嘛。所以他的奇门遁甲盘肯定是忌宫啊。忌宫就代表多个老婆嘛。多个老婆，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赚钱。所以你想要3妻4妾？没有，我是想努力赚钱。所以你知道你相不相信爱情，各位？我相信爱。对，相信爱，相信爱，对。但是你不要相信爱情，对吧？所以我觉得道云老师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一个人。我见过那么多老师的当中啊，风水它更多的是浪漫，法明它更多的是可能是神性、神通方面的东西。但我觉得道云老师他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人，脚踏实地去思考很多问题，理性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实际上我的很多的观点，其实来源于我几百年的家学的这种熏陶。因为我们讲人话嘛。人道。是不是？就比如说你们见过神嘛？你们可能看到很多神迹，但是你们没见过神。所以我是经常有一句话，就见神就见神去了，见鬼就见鬼去了。如果你今天是人，你就讲人话，做人事。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事。你的婚姻宫，没错，经营婚姻是人事，你要经营事业是人事。对，所以我觉得跟道云老师录这一期节目，我觉得比之前的节目收获都大很多。因为其实我，也从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让我了解到了几百年的家学的这个后代他是怎么看待爱与爱情的关系。然后也我相信给到观众朋友们很多的一些启发。主要我们从八字这个婚姻里面，然后延伸出老祖宗怎么样去看待爱情。其实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责任，就老祖宗对于男人要求是最大的是责任，而对于女人的最大的要求就是包容，在婚姻观里面。那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八字里面的是分不开的。没错，八字看情感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没有讲。对，很多。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继续了解，请添加我们老师的一个 WhatsApp， 联系我们的老师助理去报名来学习我们的课程。那如果说没有时间学习的，想直接找老师批算的，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 WhatsApp 去预约老师的面批。对。好，那非常感谢本期节目老师的分享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